今天在那个点评作业之前啊，有一个小诀窍要教给大家，就是经常也会有人问我啊，为什么感觉我的图很清楚啊？除了就是除了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的，就是把那个建画布的时候尺寸要建的大一点啊，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一些后期的方法啊。在这里呢，就把这个后期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挺重要的啊，所以我是今天教大家都来看一看啊，一个小妙招。好，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有同学有一些误解啊，有一些误解，就是有的同学会看导出来的图片的尺寸，就是导出来的图片的大小啊，它的所占的空间的大小来判断这个图是不是足够高清或者什么，所以有的同学会问，哎，老师为什么你不导出那个 PNG 格式啊？PNG 格式呢，它只会让你的图像的那个内存，它占的存储空间变大，但是它并不是那个存的更清楚。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导出的时候啊，在点这个分享导出的时候，这里有这么多的选项，对吧？挨个给大家讲一下啊。Procreate 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这个你不分享它，你自动存储啊，它就是我们的那个所有的画啊，所有的文件存在这个 Procreate 里面，它都是这个格式，都是这个格式。然后 PSD 呢？PSD 它就是一个Adobe 的通用模式，你存成 PSD 的格式之后啊，你可以在电脑上面，在 PC 端或者是在那个移动端也一样啊，用 PS 啊，用 Adobe 的那个软件，用 PS 软件打开它。这个存成 PSD 的格式，一般我也有时候也会存啊。比如说，嗯，如果你要把这个画的是商稿，对吧？把这个带图层的文件发给你的甲方啊，或者是对吧？发给这个你授权的对方的话，他们是很多啊，现在很多做设计的那些设计师啊、美工啊，他们都是会用那个 PS 去制作的。所以呢，你存成这个 PSD 的文件就可以给大家共享啊，就可以给对方共享带图层的啊，你的所有这些图层都是保留的，作为一个文件打包发过去啊。如果你给对方发这个 Procreate 格式的，他可能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软件打开啊，所以 PSD 是一个当你需要发给那些其他的需要用它来做素材啊，或者是在进行后期制作的啊，买你的原文件的人来说的话，你应该发这个格式。PDF 就不用多说了，它就是一个类似像那种，对吧？PDF 就是有点像那种电子阅读物啊，就是那种一般不存这个啊，一般不存 PDF 文档是用来就是网上阅读用，它不是很方便，它不是很适合就是设计类的后期啊。然后就是剩下这三个啊，JPG 是最常用的一个导出的格式，我们平时就导这个 JPG 就行了啊，就直接导这个格式就行了。然后 PNG 和 TIFF 呢，和这个 TIFF 格式呢，就是 PNG 它是和 TIFF 格式它都是带这个图层的不透明度信息的，意思是什么呢？假如说我把这个背景关掉，我这样子直接导出 PNG 或者是 TIFF 格式，那么它会直接保留你的这个背景不透明的信息啊，就是别人如果在网上打开或者是用其他的浏览器打开的话，有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它如果用第三方的就是设计软件，包括比如说 PS 打开的话，哎，它有可能就是保留了
它的不透明信息的，就不用再额外抠图啊，它就是会把背景的这个不透明度给它保留下来，你直接把它当成一个贴图一样往其他的那个背景上面去贴啊，它就是不需要额外抠图的，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有可能是这个 Procreate 自己这个软件，因为它不是一个设计软件，它只是一个绘画软件啊，它的功能没有 PS 那么的强大，所以它在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的完美啊，有可能是因为 Procreate 自己本身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因为你导成这个 PNG 以后，因为一些操作系统，比如说苹果操作系统和那个 Windows 的操作系统，和一些不同的手机端你的那个操作系统对吧 ？iOS 和那个和那个什么安卓系统之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软件，比如说你是用微信去发图片，还是用什么那种网盘之类的，就是因为这种介质传输介质的原因，会导致即便你想存成这种带背景、带透明度的也有可能导出来它是失败的。导出来以后，它可能你在你自己的这个iPad 上面看或者是用自己的软件打开，你是能够感觉到这个背景是透明的。但是人家用其他的这个媒介打开，它可能要么背景是纯黑，要么是纯白它并不能够不见得能够完全保留你的这个背景的不透明度。那么它文件大就大在什么呢我的金箍棒在哪里？我的金箍棒就棒在我文件大就大在它为了保留你这个背景的不透明信息就是你整个画面的一些多余的这种不透明度的信息，所以它的文件就变大了。变大了是因为有这种额外的信息它需要保存，并不代表它大就是它清楚。所以你需要画面清楚的话，你只要把这个画布建的足够大，然后正常导出这个 JPG 的这个模式就可以了TIFF 也是一样的，TIFF 也是一样的，只不过 TIFF 比 PNG 更那个，就是你正常在 PS 里面如果导出这个 TIFF 格式的话，它是带图层的它带图层的，也就是说它的缩略图是一个，你在电脑上面看你的缩略图，你就能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片。缩略图是它本身就是不像你存一个 PSD 出来的话，它缩略图可能是一个 logo 可能是一个 PS 的 logo， 你要看文件名或者是打开以后你才能知道你这个是啥图所以 TIFF 它就是有一个缩略图的优势而已如果大家要正常的满足这种正规的设计的需要后期的需要的话，我们都是存 PSD。你如果发给设计方发给你的甲方，他需要用到这种图层的话，PSD 就可以了，其他的是不需要的。我们自己在网络上面发表我们的作品，就直接存这个 JPG 格式就行了然后这个 JPG 格式导出以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清晰度，目前是这样子的。我直接导出这个 JPG 格式之后呢，存储点这个存储图像。然后到这里来到这个它自带的这个图片那个相册里面来，到相册里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种程度的是一个这种程度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可以利用如果你是手机也是那个安分手机也是 iPhone 手机的话，就可以在手机上编辑也行或者我们就直接在这个iPad 上面编辑，它怎么不那个啥？打开以后呢，有一个编辑的右上角有一个编辑按钮，点了编辑按钮之后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编辑界面，这里有调整滤镜剪裁，左边我们不管它，右边有一系列的，你看有一系列的这个调整的选项好，现在告诉大家我一般会用到什么样的一些调整的选项。这个自动你看你点一下自动，它会自动帮你处理那这个
软件会自动帮你调整一下。一般来说，像我们的画面它是偏灰一点的，对吧？我们用的颜色我们用的颜色，我们的画面对比都会比较的偏那个平一点、灰一点，所以你用了自动，它很可能会给你一个给你一键变成这种。当然，不同的图它的自动出来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像这个它的前后差别不大，有的时候会差别很大所以这个只是如果你们觉得它自动调整的效果是你喜欢的，也可以在它自动的基础上再去修改这些参数当然我一般呢是不想如果我的画面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一般是不会去做太大的调整的。我就是会选择这几种在下面一个一个选。你看这个像曝光，曝光的话一般我不去调它，如果调曝光或者是调亮度，会让画面损失很多的细节。就是它有的调整的选项它是一个比较粗暴的，看上去好像你一动，哎，效果很好，立竿见影的有效果。但是，一般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呢，就是会丢失很多画面的细节。作为画画和设计人来说会有一个执念，会有一个尽量保存更多细节的执念。所以一般亲妈呀，就是设计师本人和那个画画和画师本人，他们不太愿意在就是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上面做那么大的改动。好像这个鲜明度鲜明度这个东西是是可以稍微调一下的。如果把鲜明度往上拉，你看往正的往正数拉的话，你能够感觉到这个画面，哎，它也是会变得更加的鲜亮一点它会把我们的对比稍稍拉上去一些这个可做可不做，这个也是可做可不做的大家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要不要进行这一步。然后高光往上提就是让你的整个画面的浅色部分变得更亮。往下压呢，就是让你的浅色部分变暗。当变暗的同时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脸它调高光不是我们以为的画面的这个最亮的这几个点它是计算出画面里面比较浅的颜色的区域。也就是说，这个它高光，你看直接影响到了皮肤的部分它高光降低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变暗的同时，可能饱和度也会变得高一点，会让这个皮肤有种焦黄的感觉发黄。然后提亮的话呢，你会觉得很平，会变得很白很平，细节没有了。所以这个高光我也不太去调它，然后阴影也是往上提的话，你的画面里面就是暗的部分会被提亮，往下压呢，暗的部分就会被压暗。然后这个比较适合大家，有的同学就是比如说你画完以后，你会发现整体的头发的颜色选的太深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把阴影稍微提亮一点整个画面会显得通透一点。好像对比度这种对比度你看也是一个很粗暴的选项。我一般不去调这个对比度，你看对比度一旦拉上去以后，你看起来画面好像变得更精神了，对吧？黑的更黑亮的更亮，暗的更暗。但是你会发现它对于这个色彩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会灰掉会灰很多，会变得很灰，然后有一些细节也会丢失。所以与其调这个对比度如果你们觉得你的画太灰太平了，你想让它稍微醒目一点稍微就是精神一点我宁愿推荐大家去调这个鲜明度用鲜明度替代这个对比度。对比度一调，整个画面它会质感会损失很多。亮度呢，它就是整个一个亮暗的这样一个调节这个一般来说，你的画面如果说明暗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也不用去调它。好，前面说了这么多，你看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一个都没动但是一般我会调这个关键点来了，我会调这个黑点，这个是我经常会调的我把这个黑点往上拉，你会发现，哎，它暗的地方更暗了，但是它和刚才的调这个阴影有什么差别呢？阴影它是一大片的去压暗，
但是如果你调这个黑点啊，如果你调黑点，它是会有个算法，是把你画面里面最深的地方去压暗的啊，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卡闭色啊，调这个灰点啊，有一点像卡闭色的环节，它会把你最深的地方啊，而不是把这整个一大片都给你压暗。所以啊，有的同学如果觉得你的画面比较灰、比较平，我们可以去调这个黑点。好，数值大概根据情况10左右吧，也不用太大啊，10左右。那能看得出这个前后变化吗？这是调之前啊，这是调之后，调之前，调之后啊，你看上面这个原片2个字啊，消失了。我把它的效果再拉大一点给你们看前后变化啊。你看除了这个，它除了头发这些部分，眼睛里面啊，包括嘴巴的这种深色的地方，它都会更深一点。它其实是加强了你的对比的啊，用这种方式去加强对比，比你直接调对比度要来的自然一些，而且它是经过精准计算过的，会舒服一些啊，然后整个画面会精神一些。调个10几20左右。好，这个是饱和度，饱和度一般来说不去动它，除非你在选色的时候选的不够好，或者是你觉得画面太灰了，或者是画面太艳了啊，你才去调它。你看把饱和度调高，颜色会变得很鲜艳啊，会变得比较的俗气一点。我个人是不太喜欢饱和太高的画面效果，会显得比较俗气。当然啊，会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有的同学觉得，哎，为什么我在 iPad 上面看起来这个画面还挺鲜亮的，对吧？但是导出来以后，我在手机上看或者是发到网上看，就没那么好看了啊，或者换一个设备就觉得没那么好看了。那也是因为设备的差别啊，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苹果的它的这个产品啊，它的这个产品线用到给这个 iPad，因为 iPad 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嘛，特别是画画的啊，我们如果买这种 iPad Pro 的话，它的屏幕、它的显示器用到的材料是最好的啊，是苹果生产线里面它最好的材料。所以你跟手机去比的话，对吧？你们对比那个参数，手机屏幕的那个参数也要弱一点。所以你换了一个屏幕，你就会觉得啊，没那么好看了，啊，灰掉了，没有那么鲜艳了。所以呢，你为了让你自己在其他的器材上面，或者是比如说你的就是粉丝啊，对吧？或者是网友啊，在网上传播的这个接受者，他能够看到的效果跟你在 iPad 显示器上看到的效果差不多。你可以啊，适当的提一提这个饱和，增加一丢丢啊，比如说10左右，10以内，加一点饱和，就等于把它那个导出前后不同的这个器材啊之间的这个差异给它找回来。其实是为了找回你在画画的时候，你肉眼看到这个 iPad 液晶屏幕的那种感觉啊，你可以加一点点饱和，也是可以的啊，加一点点，或者是加一点点自然饱和度。自然饱和度是针对什么呢？就是比较针对于这种暖色的啊、红色啊、黄色这种色调。这种色调呢，影响最大的就是肤色啊，影响最大的自然饱和度，影响最大的就是皮肤的部分。所以如果你们修照片啊什么的也是啊，自然饱和度越高，皮肤的颜色就越浓啊。当然自然饱和度低的话，你看皮肤的其他的地方，你看像这种花呀、叶子这些影响的不大，对吧？但是肤色你会觉得哎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不一定是要加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画的整个脸觉得太红了啊，喝醉酒了，或者是太黄了，晒黑了，你其实可以降自然饱和度的啊，降自然饱和度就会更，你看自然饱和度越低，它更像冷白皮一点，它的皮肤啊越冷静，它的那个暖色调的东西啊，它的红啊黄啊这些东西会弱一点，所以这个自然饱和度不一定是只往高了调啊，但是因为你看我这张图背景因为是一个黄绿色，背景的黄色含量比较多，所以我调自然饱和度，你会发现背景它跟着变化也比较大。好，接下来是色温啊，色温往上调，你看整个画面就会往黄的方向走一走，往下调就会变得蓝一点、绿一点。
啊，有的时候根据你的这个也是可以调啊，根据你的不同的显示器，比如说手机上你看到的可能会比你在那个 iPad 显示器看的觉得要冷一点，觉得会冷一点，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色温稍稍的加一点啊，或者是有的同学喜欢那种暖暖的感觉，有时候为什么说我们拿那个我也有时候也挺喜欢，比如说手机拍屏啊。你拍屏拍出来的那个画面啊，会比你直接就是看显示器，你觉得有质感一点。因为什么？因为显示器，因为那个摄像头啊，相机的这个摄像头，它会调整它的色温，会有一个算法，会带入这个环境色啊，会让通常来说拍出来会暖一点，对比强一点啊。你任何一张图把它加一点暖的，加强一点对比，你都会觉得啊，好像更强，给人的视觉冲击啊，都会比原图要强一点。所以你如果想让它往那个拍屏的那种方向去走的话，可以加一点点色温，或者是根据你对于这个画面的理解，比如说你要画一个，我之前画了一个冰天雪地的啊，画那种冬天的，我就会让色温冷一点。啊，如果你想要得到那种温馨一点的画面，你可以加一点点色温。好，这边色调呢也可以调啊，色调往上拉它就会偏红，往下拉就会偏黄偏绿。这个是用来纠正我们的颜色的，然后也是用来纠正色差的啊。比如说你的手机跟你的那个 iPad 有色差我感觉手机会看起来会黄一点，iPad 看起来会红一点。所以你在手机上，你如果想让它看起来和 iPad 上面差不多，你可能要把色调往上拉一点，让它偏红一点，这样看起来可能会接近一些啊。我现在做的这些动作，你看加一点点色温，然后把色调往红的方向偏一点，然后再加一点点饱和度，这几个动作啊，这几个小动作都是为了让我的图在手机上看上去和在 iPad 上面比较接近，都是为了这个啊。所以这几步啊，你要根据每个人具体的你的手机的屏幕是怎么偏的啊，或者是你希望它怎么偏，可以去做不同的调整方案。好，接下来就是关键了啊，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点。在这之前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前后的变化，调整之前和调整之后的变化。你们注意看一下这上面啊，就看显示原片的时候是调整前，原片这两个字消失了以后是调整后，大家能看到变化吗？比较微妙啊。你看前后前后前后，能不能看到？能不能看出这个微妙的变化？好，接下来这一步啊，哎，我的那个我们的讨论窗口呢？窗口怎么不见了？我这个是要全屏就看不到了是吗？现在调整照片的是什么软件啊？是 iPad 自带的相册啊，自带的相册，相册里面有一个编辑，找得到吧？相册里面的编辑啊，你直接再导出，大家都有，就是或者是苹果手机也有，没有苹果手机你就直接在 iPad 里面编辑好了，再传到手机上也可以啊。这个看一下啊，在这。好，接下来这步呢是最关键的啊，锐化，看到没有？锐化这个三角形啊，这个实心三角形是最关键的。我一般锐化我都会往上多拉一点啊，拉到比如说30多、40左右。你发现这一步做完以后啊，你的画面就立马的清晰了一度，清晰了很多。这个时候大家再看一下调整前后有没有发现变化？特别是你观察这个睫毛，看出变化的同学敲个1。把锐度往上拉，
看起来会明显清晰很多，有没有？前后调整前，调整后，调整前，调整后。好，再看一下整个啊，再看一下整体，调整前，调整后，调整前，调整后。好，如果你希望效果更明显啊，你还可以再拉到比如说50左右。你看调整前，调整后。但是呢，这个锐化啊，这个动作不要超过50了啊，你再往上拉，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噪点了，产生很多噪点，也会丢失一些细节了。你看，比如说我拉到最厉害，我拉到最大啊，看起来似乎还行，但其实，你看，其实你放大，它会产生很多的噪点了啊，而且会变得干燥很多，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干燥啊？画面变干燥了，就是那种油润的感觉没有了啊，没有那么润泽，所以不用太厉害啊，不用调的太厉害，调到50以内就可以了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质的飞跃。好，接下来呢是这个清晰度，我们也可以稍微调一下啊。清晰度它并不是能直接影响你画面清晰度的一个，它虽然名字叫清晰度啊，但它对这种清晰度的加成啊，其实没有锐化那么的好，而且它调起来啊，它的动作是很粗暴的，是很大的。你看这个清晰度有一点像拉大你画面的对比。你看调上去以后，黑的更黑了啊，深的颜色更深，它还是把这个颜色啊，像调色阶一样，让这个颜色的色阶拉得更轻，拉得更大啊，它会让你亮的地方更亮，暗的地方更暗。所以前面有那么多的操作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调黑点也是啊，然后鲜明度也是，所以鲜明度、黑点这个其实都是拉大我们画面的对比。所以到了这个清晰度的这个选项，它也是啊，也是拉大画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稍微动一点点啊，也是10左右，10左右就好了啊，10几20以内吧。啊，这种程度的变化就可以了，因为你做的，你把对比拉的再大，就是有的时候画面并不是说对比越强越好啊。我个人觉得，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追求莫兰迪色系的啊，追求一个比较细微的这种色彩变化的，其实就是要一个画面的宁静的感觉啊，这种宁静的高雅一点的感觉。所以如果把对比拉得太强，容易让这个画面流俗，会变得比较俗气一点啊。会变得比较俗气一点。当然，适当的强调对比，让它变得鲜明一点，是会更能够迎合大众的审美。所以大家在这之间呢，自己去取舍，自己去权衡。我个人的习惯啊，清晰度我只会加一丢丢，我最主要的操作，如果在这么多的操作里面，让我只选择一个，我就会选这个，是会选加锐度的啊。让我只选择一个操作，我就选择加锐度。如果让我选择2个操作啊，我就会锐度加上这个黑点。你看这2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黄色的标是移动的调整的幅度，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2个选项的调整幅度是最大的。所以啊，我会优先调这个锐度，然后呢再去调这个黑点。这2个调完以后，我的画面就会比之前啊，比原图直出要已经醒目多了，对吧？好的，调好了以后完成就行了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个剪裁的动作。如果大家是要发小红书啊干嘛的话，小红书的标准的那个发图的格式啊，它是4:3，3:4啊，你就点这个右上角的这个选项，然后比例啊选到这个3:4。
选到3:4啊，选到3:4，它会把我们的高度可能会裁掉一丢丢，这样子。啊，当然你如果需要截那个局部的话，你就这样，需要裁局部啊，你就把它放大，得到一个局部图。这个局部你就把最精彩的部分啊，把最精彩的部分放出来。你像这个我带上一点点刺绣，对吧？因为这个刺绣看起来也是有点精致的，然后让他的脸稍微的明显一点，这是一种裁法啊。还有一个更极致的啊，还有一个更极致的就让他看脸，这是一种方案，我会把它存一个方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再放大，把我整个画面最精彩的部分裁出来，就直接是一个脸。好，完成。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对吧？看一下这个图，是不是很清楚？学会了吗？就在相册里面啊，你所有的导出来的图，你存的图都在这个相册里面。你点它以后，点它啊，就会出现一个，看见没有？瞬间，我把这个全屏关了，看看能不能，也不能。瞬间啊，它会出现一个编辑模式。那你点这个以后，它在右上角，看到没有？有一个编辑啊，一闪而过的，刚才就点那个编辑啊，就可以直接在这个 iPad 里面编辑了。学会了吗？不需要额外的软件啊，这个就是最好用的，这个是能够最大程度保留我们的这个画面的细节的啊。get 到的同学敲个1。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给大家点评一下作业了。好，看一下作业啊，还是有一些同学忘记那个了啊，忘记署名了。这是最后一次作业了啊，还是有这么多同学做了，我还是挺开心的。不容易啊，能把这个作业交出来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我的签名笔刷啊，我签名的笔刷是这个3月更新里面，是3月更新里面的这个发光笔，3月更新里面的发光笔啊，我一般会用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去签名，因为它签了以后它中心会比较亮。你想让它显出什么颜色啊？你要把这个颜色加重一点。比如说你想让它是一个粉粉的颜色，你如果选一个淡粉色，你签出来是个白的啊。你想让它透出这种粉色啊，你一定要把它颜色选深一点，它才能透出这个颜色。但是我个人啊，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发光笔签名，并不代表鼓励大家都用这个东西去签名，因为签名它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东西，它只是你做的标记啊，代表你自己，所以你的签名不一定非得和别人的格式一样啊，包括什么笔刷那些没有必要一样啊，有自己的习惯就好了。然后我在画面上签名的目的，一个是属上自己的著作权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喜欢留创作日期啊，我比较喜欢留创作日期，特别像我这种画了很多年的人看到自己很多年以前的作品，你可能已经忘记你是啥时候画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画面里面有一个签名，有一个日期，你可以慢慢的追溯自己可以提醒自己，哎，这张画是在哪一年啊？你几岁的时候啊？啥时候画的啊？有一个就是回顾和整理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签日期是一个好习惯啊。至于签名，你得签成啥样，那个完全是自己
自己喜欢就好啊。今天应该是所有交了作业的同学应该都会被抽中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一个看。苏苏同学这张画的很棒啊，完成度也很高，妹妹画的也很漂亮啊，所以你看要不要像周也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这张画它足够美就行了。然后这个人的结构也没啥毛病啊，稍微注意一下这里三庭的关系，你看这一庭啊，从眉毛到鼻尖这个长度，那再到额头，对吧？你看发现这个地方有点高啊，发际线还可以降低一点，那把发际线降低一点，让美女的头发再长下来一点，整个神态也是挺不错的啊。好，这里如果降低之后，那么整颗头可以稍微的小一点了啊，大概这么，哎，我这个笔，整个头稍微再小一点，这么大就行了，稍微再小一圈。其他的地方我觉得挺好的啊，蛮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颜色啊，从色到形，因为我这个是那个啥，发到微信里面之后，它的颜色会变灰啊。我存出来的图其实不这样，会灰一点。这个就用来观察一下形好了啊，参考一下形准。这个颜色也是好看的啊，形准上没有太大的毛病。非要挑的话，就是这个妹妹感觉有一点点地包天，能发现吗？有一点点地包天啊，就感觉下嘴唇往前多了一点点，所以有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你把上嘴唇稍微再画翘一点啊，要么就是把下嘴唇往里再收一点点，把上下嘴唇的落差稍微的做大一点，就会觉得显得没有那么的那啥。还有呢，就是这边这只眼睛啊，这边这只眼睛里面这只眼睛它的上眼皮要比下眼皮往外一点啊，上眼皮比下眼皮要高一点，注意这个关系。完成度也很好啊，总的来讲还是非常棒的。然后这一撮这个花花的位置你可以压低一点，它飞起来，你看它飞起来了。我是把它放在这个头顶上面的啊，就让它靠一靠，让它靠住头发一点。然后金属的颜色这一块有一点亮，金属的颜色稍微有一点抢镜啊，可以把金属再压暗一点点，再压暗一点。而且你想这一块它毕竟是在这朵花的下方的，对吧？这朵花应该会在在这片上面形成一些阴影，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稍微再压暗一点。眼睛画的挺漂亮的啊，眼睛画的挺漂亮的，眼睛的结构形状理解的也挺到位的啊，整个这个脸型也很流畅，特别是这个描边啊，描边的部分画的也掌握的也不错，很棒啊。看下一个同学，这是哪个孩子？出来一下。好，这位同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明显啊，眼睛画长了，有没有？眼睛画的太长了啊。眼睛画的太长了。那你的眼睛，你眉毛在这里，眉毛也画的太长了，你这一段留的空白少了啊，不要把眼睛拉的这么长。那你把这个距离，把前面这段眼距的距离给它拉开一点点，这个往后画一点，然后呢这边
落下来一点啊，画的这么长就足够了。眼睛可以小一点，眼睛画的太长啊，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眼睛画大了啊，你把它画的太大了，然后你看这个眼尾到太阳穴这一块的距离过短了。我之前说过侧面啊，画侧面，你看这边起码还要有一只眼睛的宽度。哎，为什么说三庭五眼啊？三庭五眼，你从正面看不到那第五只眼睛啊，从正面看不到第四只、第五只眼睛，你转到侧面啊，第四只、第五只眼睛就出来了。侧面第四只、第五只眼睛，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外眼角到太阳穴，这个太阳穴在哪里啊？是指这个发际线，不是指耳朵啊，不是到耳朵啊，不是到耳朵这里，是到发际线，到这个点啊，这一段距离，这段距离要是一只眼睛，要有一只眼睛的宽度啊。你真人去量的话，很多人如果转到侧面啊，这一段距离有的时候还比一只眼睛还要再宽呢啊。所以一定不要，我们画侧面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你的眼尾啊直插太阳穴啊，不行的，这一段一定要让出来。所以眼睛大了啊，然后这边的眼睛的结构没有理解好，没有理解好。你这一块的眼皮是画出来了，没错，但是你上面为什么不包住它呢？它怎么能凭空出来呢？你这边到这儿，那你上面的这个眼球，对吧？它比它大呀，啊，它要包住它，上面啊要包住这个眼皮的厚度，然后眉弓又要比眼球再高一点，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这边的这个关系没有理解清楚。有的同学就是发现，哎，发现这个眼珠子是鼓起来的，有点鼓，发现眼球有点鼓啊，但是这个鼓是相对于什么？这个眼球鼓起来是相对于这个点，相对于最凹陷的那个点，它是有点鼓的啊，相对于眼眶，就是骷髅头里面那两个黑洞洞，但是相对于眉骨这一块，你看，相对于眉骨这个点啊，你的眼球它并不高，并不会高于突出于这个眉骨啊，正常人他的眼球再鼓啊，它还是会低于眉骨的高度的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关系给搞错了。好，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得出你的这个嘴巴的这个唇峰这两个点一连又发现问题了，对吧？所以说任何时候啊，这个透视啊，它都是科学的、严谨的。你看你这个眉毛的连线是这样的，对吧？眼睛的连线双眼皮这样连的，然后下面的这个下眼线和下眼线是这样连的啊，你的这三条线都没有逃过，基本上是平行的嘛，都没有太逃过这个平行的范围啊。虽然其实你这个眼皮低了一点，应该这样画，这边的眼睛应该再画稍微大一点。那么你这两点一连，你看到没有？嘴巴这两点一连，歪的厉害了啊！因为你的口裂线还是这样走的呢，口裂线还是平着走的。你看下面的这条下唇啊，下唇的这个边缘也是横着走的，磕唇沟也是横着走的，唯独你看你的这个，对吧？上嘴唇这两个尖尖，这两个唇峰，它为啥斜着走？所以很多同学画画啊，画透视的时候画不明白，你就觉得好像里面要比外面小。但是是哪里小呢？没搞清楚，它纵向是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的啊，只是横向，那这段距离，纵向是指这个高度，这个高度是不发生太大变化的，因为它头又没有抬头低头，所以它纵向的透视不明显，横向比如说这一半啊和这一半，它的变化才大啊。横向是被狠狠的压缩了，但纵向没有压缩的那么厉害。
所以大家画3/4脸和画这种侧面啊，但凡是非正面的时候，这个唇峰啊的位置一定要小心啊，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踩坑的地方。好，然后这个后脑勺稍微有一点点大，啊，后脑勺可以再回来一点点。你可以把这个发髻画的这么厚，然后呢，底下的你看我的这个后脑勺啊是穿过了这个发髻，这样子过来的。其实脖子和身体的部分还行啊，脖子和身体的部分画的还行。这个画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画的太大了，眼睛画的太大了，没有理解好这个眼睛的位置，还有这边的结构不清楚。所以你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稍微用液化来找回一下啊，有点难，因为今天这个图有点小，你要把它拉回来一点。大家不要觉得我的脸空了这么多空白就会显得脸大，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你是一个侧面，它是一个合理的。首先把这个眼睛给它拉回到一个合理的尺寸。然后这边呢，眉骨和额头往前一点，要理解这个高低差啊，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好，鼻子这边可以稍微高一点，嘴巴整个还有点凸啊，把嘴巴往里来一点，然后把这个这个人中不是人中这个唇峰啊，这个高低差非得给你整顺了不可。然后口裂线可以再平一点啊，口裂线再平一点。另外这个唇线，你现在是带着线稿的啊，回头把这个唇线给它再弱化一下。好，这个下巴可以稍微再短一点点，然后这里对吧？这里往后可以看得出来啊，看得出来这种漫画思维的同学和这个写实思维的同学不一样，就是漫画思维的同学就很怕把这个地方留白留出来，很怕这样显得眼睛小啊，显得脸大，所以就很喜欢把这个太阳穴这边不留余地，喜欢给它填的死死的。但其实这里是需要一段空白的啊，需要一段空白的。好，这边的眼珠你要知道啊，它是往下看的，所以这边眼珠没有那么的3白眼啊。你这里直接缺了一块，我没有办法用液化的方法帮你补回来，你要自己把它补回来。液化只能说大致的啊，大致的调一下这个方向。然后这个人中呢稍微有点长啊，那我就把鼻子位置往下移一点。啊，这个上嘴唇呢不用那么鼓啊。好，看一下修改前后，大变活人啊，主要是眼睛啊，最大的问题出现在这个眼睛上面。好，这位同学的颜色啊，这位同学的皮肤背景啊、头发啊、衣服啊这些选色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色感还是不错的。好，再看一下奶油核桃，奶油核桃这个妹妹好漂亮啊，长得挺美的啊，妹妹很美。然后这个鼻子、嘴巴这里很好看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形上面蛮美的，没有什么太多的瑕疵和问题。然后这个妹妹的眉毛的这个弧度啊，弯弯的，也感觉
感觉蛮有表情，蛮有风情的啊。然后这个光可以再收敛一点，这个光看看是背景的光刚好产生错觉了，还是鼻子的光画出来了，可以稍微收进去一点点，不然显得它有点出界啊。那整个画面也挺好看啊，是好看的，是美的。我感觉没有太多的要，没有太多要调整的地方，有一点点灰啊，有一点点灰，可以用我今天是画出界了是吧？那把它修一下啊，可以用我今天教你们的这个后期的那个思路，把整个画面再做的漂亮一点就好了。啊，美美的，没啥毛病啊，漂亮。然后周野的特点就是它的额头上面很圆，你到时候把这个圆溜溜的脑袋啊，我发现现在女演员啊，脑袋圆的会被夸的不行，像周也啊，和包括跟她长得很像的那个张婧仪，对吧？还有最近那个有新作品出来的刘浩存，我看剧的时候都会发现大家发弹幕的时候说，哇，他脑袋好圆啊，羡慕的那种。啊，就是把这个脑袋圆圆的感觉画出来也会不错啊，蛮好的，我感觉这个知识点都已经掌握了啊，睫毛也画的很漂亮，睫毛画的很漂亮，可以把这眼珠的这个部分再提亮一点点，让它更有那种通透感啊，这一块啊，可以再稍微提亮一丢丢。嘴巴这里的结构也画的很好看啊，喜欢喜欢，是好看的啊。洛葵同学，我发现，哎，我之前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最开始第一节课就讲过，一般来说能跟到最后一节课的同学，最后一次还能交作业的同学，就是那一批进步最大的同学，你们认同吗？你们认不认同？想想自己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狠狠的为自己点个赞。你们回想一下自己从第一节课上到现在，为了自己的坚持，对吧？我觉得要为了自己的坚持，你们狠狠的骄傲一下啊，要为自己开心一下。然后其实也就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批同学啊，每次上课都能跟直播的，每次作业都能做下的同学，你们就是进步最大的，是能够在这个课里面收获最多的。一定要为自己的坚持啊感到开心，其实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以我的经验的话，任何的一门这个网课啊，到最后都是还能剩下一半的人坚挺在这里，就很不容易了。洛葵同学，这个也很棒啊，侧面的这个形啊，这个知识点掌握的还是比较到位了，蛮好的。虽然还没有画完啊，但是整个形是挺不错的啊，还是很期待的，很期待的。如果要修一下的话，可以把这个头，整个再缩小一点点啊。那把这一块，我这块也是压过了的，我把它压小了，因为后来我的截图里面没有头顶上这一波嘛，但是我后来看了他的这组写真，我发现他的这个头顶的这个发髻整个体量上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大啊，所以可以把这一坨稍微再压缩掉一点，稍微再压缩一点，挺好的啊。眼睛的这个位置啊，也挺 OK 的，然后眉毛稍微可以再拉宽一点点吧，拉宽一点点眉毛的距离。
然后这个鼻子对于周野本人来讲有一点点尖，显得有一点点尖啊，把它的这个圆度增加一点，然后把鼻孔的位置往后挪一点。它的鼻头是属于圆圆的啊，你要圆在哪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够圆的啊，这里有点直，下面这笔有点直，你把下面这个圆度给它补齐了啊，给它补满了，它就会显得圆润一些，但是不要倒钩进去啊，这个圆要慢慢的，不要太早结束，你这个圆如果太早结束，啊，其实我们这里大概就1/4个圆，如果你把它画成一个半圆勾上去了，啊，如果这里勾上去了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鹰钩鼻啊，所以这个圆你要补齐，补个1/4的圆，让它的最后的走势是那种往下的。你别看这里好像有个勾啊，但它其实整个走势是比较平缓的，是好看的啊。眼睛稍微有一点点大，那眼睛和眉毛的距离再往后挪一点点啊，挪一点点，眼睛稍微再小一丢丢，就完美了啊，就完美了。然后这个，头发的这个中点，发缝的中点可以再往前移一点，啊，根据它啊，根据这个地方来，这个中分的点可以再往前挪一点。然后整个背部啊，如果你想让它看起来稍微挺一点的话，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笔刷啊，用一个大一点的液化笔刷，那把整个身体再往前送一点，看到吗？啊，这样妹妹的姿态会，当然你去液化的时候，不要去搞她的这个下巴这块，不要碰到下巴这一块了，就把她的脖子和身体稍微往前拉一点点，它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深，下巴没有那么勾着，会好一些啊，好一些。好，再看一下流沙同学的。好，首先看一下脸的问题啊，看一下脸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只眼睛还是画长了啊，这只眼睛画长了。我们要知道侧面的眼睛啊，侧面的眼睛无论如何达不到正面眼睛的长度，因为它不完整，它是横向会压缩的啊，横向都被压短了，所以它不完整。那所有横向的距离，在侧面的时候都是会多多少少会压缩的，所以你看你这个嘴巴。啊，这个嘴巴也是，你并不是这个嘴巴，并不是说画一个正面嘴巴的一半，不是这样的哦，它是比正面嘴巴一半还要短，啊，比正面嘴巴的一半还要短，眼睛也是啊，眼睛也是，啊，差不多就是正面眼睛的一半，因为它还要带一点点这个前面的眼角嘛，总长度啊，也就是正面眼睛的一半多一点这样子。好，这个是首先横向啊，横向是有一个强烈压缩的，特别是另外一面啊，这分侧面分外面和外侧和里侧，里侧在横向呢是有一个剧烈压缩的，剧烈压缩的。但是啊，纵向我换一个颜色，纵向的这个高度，它压缩是不厉害的啊，这表现在哪里呢？那纵向的高度表现在你看这只眼睛，你画的就太矮了，看到没有？这只眼睛画太矮了，有压缩是有压缩的啊，但是纵向没有横向压缩那么的厉害。啊，纵向只是正常的一个近大远小的问题啊，只是它离镜头稍微远了一点点，但是横向它还有角度的问题啊，它还要旋转，它有一个那种转角要过去转进去啊，它是因为那个。因为表面的弧度的原因会导致压缩的更厉害，但是纵向的它没有因为表面弧度产生挤压，它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这边脸距离另外一边脸啊，距离前面这边脸离镜头稍微远了一丢丢而已啊，所以它只小一丢丢，只小一丢丢啊。这个是由距离产生的大小变化，而不是由这个表面啊或者是角度原因产生的变化，所以它没有那么大，明白吗？啊，另外这只眼睛，你看它首先转进去了，对吧？它只露了一点点，啊，它是一个弧度，所以横向啊，横向压缩是很厉害的，横向压缩是很厉害的，它被那个视觉上被遮挡了，被这个鼻子遮挡了，被这半边遮挡了。但是它纵向啊，纵向它比例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一个脸才有多深呢？啊，你也推不到很远去，所以纵向的这个高度，你在这里啊，里面这只眼睛画的眼裂画的太窄了，那把这个眼裂还是要加大一点，这是一点啊。啊，横向的话呢，它的侧面啊，侧面因为有遮挡角度原因，你这个眼睛和这半边嘴巴都画的有点长。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脸和头啊，头包脸的感觉没有太画出来，脸和头的比例有点接近真人了啊，有点接近真人，有一点虐。在漫画的世界里啊，在插画的世界里，它有一点点那个啥了，有点小了。所以这个你要再去看一下，这个发髻画的有点小，整个头再大一点啊，这个发髻画大一点，整颗头再大一点。整颗头再大一圈啊，然后鼻子也是稍微有一点尖，这个比较有点像刘亦菲的鼻子，不像周也的鼻子啊。然后脖子略微有点长了啊，这个脖子略微有点长，这是形上面的问题。如果用液化来改一下啊，那看我改的是哪些地方。首先，这只眼睛里面这只眼睛要拉大一点啊。然后外面这个眼睛，你看它的眼睛看向的方向，你没有觉得它是往右下方看的，你觉得它在往前面看，那是因为这个右边的眼白流的太多了。然后下面你的这个下面的这个虹膜的部分和下眼线没有碰上啊，没有接触，这两个面还是要接触的。所以这个点是用这个点啊，你这里留了一个下三白，留了一个下三白，你的目光就永远下不来啊，它就是往上看的。所以这个是你需要自己去用笔刷颜色去给它补齐的，这个用液化做不到。好，然后鼻子这个驼峰有点太明显了啊，驼峰有点太明显，鼻尖可以再圆一点。嘴巴呢也是啊，这个嘴巴有点长。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上嘴唇和下嘴唇的落差。那这个上嘴唇和下嘴唇的落差有点小，会有点像地包天啊。这个眉骨可以再出来一点，眉骨，额头再饱满一点，再圆一点。好，然后下颌角，这个下颌角和这个下巴它不太匹配，因为你的下颌角画的比较大，比较圆钝，比较接近那个真人比例，但是下巴又太尖了啊，这两者是有点矛盾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稍微圆一点的下巴。那漫画就是要美化啊，要美化这个人的轮廓，可以圆一点的下巴搭配一个尖一点的下颌角，把下颌角可以推上去一点啊，这里尖一点，但是下巴可以稍微圆一点。下巴圆一点是为了弱化它的攻击性啊，是为了画出这个妹妹的气质，倒不是说所有的画都得这样画。你如果要画一个稍微强势一点的姐姐，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尖下巴啊。好，这样子，你看，当你把这个下颌角往上收了以后，你的脸自动就看起来小了，这样子它和头的差距也不会那么大了啊。当然还是可以把头发啊再给它
搞得蓬松一点，头顶蓬松一点，头稍微大一点。好，身体和脖子的部分就身子可以往前一点点啊，那脖子稍微短一点。你看，当我在调了这么多脸和脖子的关系的时候，你们就发现，哎，这个流苏变 S 型了，对吧？所以你们看照片里面啊，一般这种金属这种流苏不会，它自然的不会成一个这种形状。好，这样子看一下前后变化啊，看一下前后变化，因为你这张还没画完啊，这样还没有画完，所以大可以有机会再把它后面好好修一下。看一下该起了，同学。像你们这种作业啊没画完的同学，交的时候你就最好把那个草稿图层搞得明显一点，这样子能够更好的分析你的在形上面的这个准度啊。现在我只能说这个选色啊，这个选色是比较偏冷白皮，比较通透的，还不错啊。然后看这个形的话，这个脸的这个线条，这个侧面线条的流畅度还 OK。然后有几个小的地方啊，我发现了你这个，这一块啊，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啊。这个唇峰啊，唇峰也是有点歪掉了，有一点点这个嫌疑。还有这个眼睛这边的这个形状，这个小三角啊，它的坡度不够，太平缓了，很像正面的眼睛。要知道侧面啊，画的是侧面，它是一个大三角形，带一个小小的三角形，所以这个三角形，两个三角形拼在一起，它一定是很陡的啊，它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啊。这个角度再给它收紧一点，然后这个眉毛感觉这里落下来的有点突兀，眉毛可以再平着拉长一点，平着拉长一丢丢。感觉鼻子和下巴还 OK 啊，然后嘴巴大家画嘴巴，就是不要把上嘴唇画的这样往上鼓。大部分的上嘴唇，除了辛芷蕾那种嘴，大部分人他这里其实是比较直的啊，从唇峰到嘴角，这条线其实是比较直的，甚至还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往里凹的啊，往里凹的比往外鼓的这个比例占的更大多数一些，所以你们要学会观察。好，头的话，这个后脑勺稍微有点大，发髻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然后后脑勺可以收进来一点，这块不要，后脑勺有一点太长了啊，然后脖子也稍微，这个身体画的有点大了，身体画的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脸啊，你看这个画面里面你留白留的太多了，建议把这个构图重新调整一下啊，把身子缩小一点，把身子缩到这么大。那把身子缩小一点，缩到这个程度，然后重新构图啊，剩下的画面呢就裁到这么大就行了，裁到这么大就行了啊。这个头发也是可以往里压一点，颜色还是不错的啊。好，再看下一组，子熙同学，这个还挺那种古装剧的感觉的啊。
首先完成度色彩选的还不错啊，背景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花这个光点点啊有点多有点密，你其实把这个图层直接给它放大啊，原本比如说一个圈这么小对吧，你把这个圈把整个图层拉大，让这个圈变大一点，那样你整个画面里面就没几个圈圈了啊。比如说现在你只把现在你是这个图层有这么大，你最后就选这个区域，然后把它填充放大了整个画面，你的这个光圈就不会这么的密集这么花了。然后这个头顶呢，这个头顶有一点高啊，给它圆下来一点，这边低一点，降低一点这个头顶，然后它的这个头发这个发髻这个弧度可以让它再明显一点就这里这样子弯，给它明显一点。然后我感觉这里也有一点我感觉这个妹妹的发际线也有点高，看一下，高了一丢丢主要是位置还可以再靠前一点，你的这个中线中轴线的位置有点靠后了，可以再往前顶一点然后把这个发缝往前挪一点。好，嘴巴的这个问题稍微大一点，感觉你的这半边的嘴翻出来了，看到没有？这里有点翻了这里有点鼓了。这边鼓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条线其实这条线你跟它的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夹角，看到了吗？所以你让这条线收的太进来了，并且和它形成这样的夹角，就会显得这一块往外翻那么你做的是把这条线稍微再往外去一点点，然后这个往里收一点，这两个各自往互相靠近一步就会好很多然后下巴也是有一点点尖这个下巴尖就会显得这个对你画的这个妹妹有点像那个什么，那像美人心计里面王丽坤那种角色，有没有？有一点点那种恶毒女二的感觉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女反派的感觉，就是因为太尖了，没有那种圆圆顿顿的感觉如果一张脸上的锐角比钝角多，它就会看起来攻击性强一点，攻击性会强一点你这样子你就把它修的圆一点，就弱化它的攻击性，而且会让它的下庭更加饱满一点。脖子的话可以稍微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再粗一点，把它这个头发的位置往后再拉一点，让脖子显得更脖子粗一点，显得这个脸小一点。眼睛画的不错眼睛是好看的。然后眉毛的话是这样这个转折没有画好，你这里出现太多的交叉了，看到没有？这里出现很多交叉的走向了，所以你的眉毛的问题是在什么呢？在前半段，你看把它分成两段前半段你从上往下长的眉毛太多了，前半段你看主要都是从下往上长的主要是这个方向的，你看你这个东西出来的太早了，然后它全都是这个方向，全都这个方向，到了中段才开始慢慢转，后段基本上就是换了一个方向了后半段都是从上往下掉了个个了前半段是从下往上占主导，然后扭转了以后从上往下开始占主导。你现在画的眉毛就是感觉都是一半一半的，
两个方向长得都是一样多，差不多一样多，你没有把它的这个转变给它表现的那么的清楚啊。这个眼睛画的很漂亮啊，这个眼睛画的很漂亮，很美。然后可以把它眼珠的位置再稍微往后移一点啊，包括这个中间的这个瞳孔的位置再往后移一点，这样感觉妹妹是在往下面啊，往旁边看的。要不然你现在这个妹妹感觉还是有点在往前下方看啊，让她的目光能够挪到后面来一点。丸子同学，丸子同学，好，很多问题啊，都是前面出现过的。来看一下，你们看一下自己啊，我觉得丸子同学的问题也是有代表性的啊，蛮有代表性的。大家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也出了这些问题。同样的啊，有的问题我讲多了几遍，你就会发现它可能是一个大家都会踩的坑啊，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首先也是跟前面的啊，跟前面那一张的某个同学刚才一样，也是这个眼角内眼角的这个弧度啊，坡度不够陡啊，还是有一个画正面的那个思维，要让它转过去啊，侧面的转折是很厉害的，要让你的眼睛这个外框，你看你现在看这个外框还是接近一个平行四边形，你要让这个外框接近一个三角形，让它看起来还是像一个三角形。怎么样让它看起来像一个三角形呢？就是这个前面这一段不要太强，前面这段小一点，它看起来是不是还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还是会像一个三角形多一些啊。首先这里要转下来啊，这是一个问题。这边眼角往下，它的坡度要更陡一点，还有就是眼珠不够靠后啊，它是你看它是往后看的。我把那个原图给你们找出来，不在啦。这不是那张原图啊，这不是我截图的那张，看一下我截图的那张原图。很多同学在画那种特定角度的眼神的时候啊，前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个1期的同学，1期还是2期的同学啊，你们的学姐了，来问我说为什么他画了一对这个情侣，他说为什么那个男生他怎么画啊，感觉这个男生都没有看女孩子啊，就怎么让他能看过去，所以就是眼神的方向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啊，要表现出来。它很微妙，你看这2张的眼睛看的方向也不同，对吧？左边这张图它就会往前往高看一点，右边这张图它是不是往旁边往右下方瞟多一点？两个眼睛看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对吧？取决于你这个眼白啊眼珠的位置，所以你要想让它往下往后看啊，你就不要露3白，然后这里要接触，然后位置要再低一点，然后要靠后一点。眼睛是个问题啊，然后这个眉距有一点点小，眉毛的距离有点小了。好，鼻子的问题呢，就是很多同学鼻子这边画的圆度不够啊，有点尖了，要把它修掉啊，用一个大一点的一个圆弧来画它。还有就是嘴巴，很多同学对于这个嘴唇啊，上嘴唇的唇线都是画的是往外鼓的啊，都是画了这种往外鼓的这种上嘴唇唇线。你们观察一下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嘴巴，或者是观察一下周围的人，你们寝室啊，你旁边你的室友，你的朋友，看一下大部分人啊，或者是再多看一些照片，大部分的嘴唇上嘴唇啊，没有那么往外翻的啊，没有那么拱起来的，都是偏直一点的。上嘴唇下嘴唇的画法是不一样的，上嘴唇直
直一点啊，甚至可以往里凹，下嘴唇往外鼓。啊，甚至很多真人呐，他下嘴唇都不一定那么往鼓，他这个地方先是往里的，然后下面是往外的，但是这样画不够好看啊。所以如果要好看的话，可以画一个饱满一点的下嘴唇，配一个略比它薄一点的上嘴唇，这样是比较好看的。好，这是一个啊，嘴唇的唇线的这个弧度，很多人会踩坑啊。还有一个就是上嘴唇下嘴唇的这个落差不够大啊，画的不够大，这样还是会显得有点地包天啊。下嘴唇一定要再往里挪一点，下嘴唇的位置啊要比上嘴唇进来一点，而且这个高低差啊，你同时在画完嘴唇以后，你要表现在磕唇沟和下巴，磕唇沟再近一点啊，再低一点，然后下巴再勾进去一点，才能够让它形成一个上嘴唇和下嘴唇是两个不同的台阶，你看它才有阶梯感，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看到没有？它是这种阶梯式的啊，阶梯式的往下递进的。这样的咬合关系才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正常的咬合关系，否则就会变成一个地包天啊。当然，如果说这个阶梯你画的太夸张了，它进来它就会变成一个深复合啊，就变成婆婆嘴，也不好啊。所以这个阶梯，这个递进关系它很微妙，一定要把它掌握好。然后大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啊，出现在这里，所以给它调一下。看一下啊，总结一下刚才出现的问题，眼睛对吧？眼睛不要往长了画啊，侧面的眼睛不要往长了画，要学会把它压扁啊，要学会要敢于把眼睛画短啊，要敢于把眼睛画短，否则它不够侧，你侧不过来，还是个正面啊，还像那个古埃及的人画那个壁画一样，侧面的脸就是正面脸砍掉一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它没有带透视，没有带角度。好，这是眼睛的形状，还有一个就是嘴巴的形状啊，嘴巴的形状，上嘴唇没有那么的圆，而且没有那么长啊，短一点。好，这是嘴巴的形状，还有呢就是咬合的问题啊，上下嘴唇它是有一个倾斜的啊，有一个落差的，这个落差还要在磕唇沟这里体现啊，所以这里再进来一点，再进来一点，下巴再进来一点。好，然后就是下巴的圆度啊，如果想要画一个比较像女一号的啊，女一脸攻击性没有那么强啊，就东方人中国人还是喜欢柔和一点的面相。你想画一个柔和的一点的面相，你就得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啊。然后呢，反而是这个地方，你看下颌线啊，下颌线这边可以稍微的收一点，下巴圆一点。好，鼻子也是啊，尽量让它圆钝一点。我们这个驼峰啊，没有必要啊，驼峰的位置太低了，而且大家对这个驼峰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没有必要有那么大的执念，你画一个直鼻也可以的啊，画一个直一点的鼻子也没问题。你看我这个鼻子驼峰非常非常的不明显，对吧？因为周也本身的鼻子也没有那么的驼峰鼻啊，只有刘亦菲的鼻子、热巴的鼻子比较厉害一点，驼峰比较厉害，微微的啊，轻微的就好了，不要搞得那么的刻意。好，这样子。好，这个啊，还有这个问题就是左边这只眼睛的眼链啊，高度不太够，也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包括左边的这个唇峰的高度不够啊，也是一个通病。好，看一下修改前后，get 到了吗？丸子同学啊，这样还是挺美的啊，你的颜色选的还是挺好看的。然后你的这个脖子和体态啊，这个妹妹的体态还是挺不错的。
后脑勺可以稍微，这里可以稍微小一点点，啊，让它圆，让它这样圆下来。侧面啊，很微妙的，因为这个形很微妙啊，要再好好的去理解，精准去拿捏。好，盐菜同学，这个妹妹的脸也挺好看的啊，像谁呀？我总觉得也挺像谁的，有点什么杨紫啊那种感觉，有没有？然后这个妹妹圆嘟嘟的啊，你画的这个妹妹就比较圆嘟嘟，比较可爱一点。然后眉毛呢，因为你的眉峰画的不是很高啊，所以眉毛比较平，眉毛偏平。然后这个嘴巴，你看这个下面很圆啊，圆嘟嘟的，下巴也是圆嘟嘟的。所以，然后这个妹妹的眉骨也不高，所以她整个人的呃线条比起周也来讲啊，比周也是要更平滑、更平整、更圆润的，所以她的攻击性更弱，你就会觉得这个妹妹比周也要好欺负的多啊。就画成这种是 OK 的啊，就是形本身没有问题，就是除了不像之外，它本身是一个好看的，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而且它是有自己的味道的，像这种圆溜溜的啊，可可爱爱的长相也是比较讨喜的啊。然后有一个，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妹妹呢有点有点突然，你看一下这里啊，感觉发际线还是有点高，你看只要超过了这个中庭，就是属于偏高的啊，属于偏高的了。然后这边的头发，这边的头发给的比较薄啊，就会显得发量不太够。建议把发际线往低一点啊，往低平画。这边过下来一点，这里反倒可以退一点啊。然后因为你这个妹妹眉骨啊，眉骨这边不够啊，眉骨这边不够高，当然它可以是这种长相啊。如果眉骨不高的这个妹妹，你就会显得她的额头很凸，对吧？你看，如果这个点高了，你就会觉得额头要低一点。那么这个点低了，你就会觉得额头比较凸。额头凸的情况下，再配上这种比较少一点的头发，就会显得这上面的那个发量不够饱满。然后可以把这边的发量给它稍微加一点上去这样子，额头可以画的平一点这样子走。然后这里这个地方的，这个喉结这一块的走势有点过于明显了不够平滑，有点过于明显了稍微可以给它把这条线拉直一点，可以拉直一点。然后这个妹妹的神态是好看的因为这个眉毛它有点那种可怜巴巴的这种小八字眉的感觉，所以是好看的。这里的脖子有点往后鼓的这个趋势，把这个趋势给它修掉这一块到时候多加一些肤色进来，把这一块做的厚一点让它的脖子这里形成一个有一点内凹的感觉，不要往外鼓这种感觉然后脖子稍微也是长了一丢丢衣服可以再上来一点，身子可以稍微小一点。然后这个头发，你怎么让它头发在这里就结束了呢？那这个长度不太符合古装的标准古装的这个头发你怎么也齐腰了古时候的人又不剪头发的，所以他们头发是很长的好，你这个本身是好看的，所以如果按照我们抛开掉周也的标准，只按照你的这张图来给它优化一下的话，我会选择在哪些地方优化呢？因为你的这个线条还是挺漂亮的鼻子、嘴巴、下巴，特别是这个嘴巴鼓鼓的，
还是挺好看的。那我会选择在哪些地方优化啊？我会优化一下这个额头。然后让它这里平一点。眉骨我还是想要稍微抬高一丢丢。把这边的脖子让它稍微粗一点，这里的衣服给它抬上去啊，脖子不用那么的长。把这个压一下，喉结这里压一下，这样就挺可爱的啦。然后它的下巴我觉得可以稍微再加长那么一点点，让它的好看一下。脸我基本上没有动啊，因为我觉得你画的这张脸挺有特点的，而且挺好看的，是那种受宠的啊，在爱里面长大的那种小公主的感觉啊。小熊 VV，看一下小熊的这个妹妹，你这个妹妹日子就比前面的盐菜同学要过得苦啊。你看这个，她这个妹妹就没有什么心计的感觉啊，很好欺负。你画的这个妹妹就是属于谁也别想啊，谁也别想欺负老娘，是吧？啊，这个就属于经历了很多啊，阅历要丰富一点。你这个姐姐阅历是要丰富一点的。好，那看一下啊，首先从选色上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背景稍微有一点深啊，背景有一点深，这个人有点被吃掉的感觉，可以考虑调整一下这个背景的颜色，因为你现在这个背景的颜色配合你这条勾线啊，有点人被吃掉了啊，因为这个勾线比较偏浅啊，压不住这个背景。其实你勾线的目的是什么？你也是为了让人和景分离开来，你看，所以你这个勾线应该是要比景的颜色还要再深一点的。但是你这个勾线如果太深的话呢，可能在这个皮肤上面显得又没有那么的和谐啊，所以问题可能出在这个背景的颜色可能有点深了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眼睛也是一样的啊，你看眼睛的问题是这里的坡度不够陡，可以再陡一点。啊，感觉这个妹妹眼睛啊，就眼皮耷拉的比较厉害啊，一副很不屑的样子啊，很不屑的样子，然后眉毛也比较挑，像这种垂眼挑眉啊，就是有点老娘啊，有点老娘不好惹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嘴角还有一丝轻蔑的这个微笑啊，总之她的气质啊，她的气质就是觉得没有那么好惹。从形上来讲的话从形上来讲的话，这根口裂线稍稍有一点翘了，带一点微笑唇了，它的感觉。然后下巴有点尖啊，鼻子也是偏尖了一点，然后眼距小了一点点啊，眼距小也是会让人显得凶一点的啊。这些原因，这些条件加起来就会让这个妹妹显得不那么好惹啊。如果要调的话，那首先就是把眼睛的形状再确认一点啊，再确认一下呢，这里让它
侧起来，让它侧啊，要侧下去。眼珠可以再往后看一点。这个眼线啊，眼线你们胆子可以大一点啊，拉长一点眼线。眼线可以长，但是后眼角的位置不要那么长。然后左边这只眼睛啊，左边这只眼睛很微妙，不要露太多的三白，露太多三白感觉就飞上去了，感觉就有点飞。你看这个眼睛啊，你看它这一只和这只，它都没有说很露三白啊，它的眼珠逻辑是同样一个逻辑，它最多是被鼻子挡掉一点，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没有跟下眼线连着，其实是连着的啊。其实眼珠和下眼线相互是接触的，你眼睛如果往下看的话，没有接触到，只不过被你的鼻子挡住了，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口，而且它形状又开始往上，这个圆形又开始往上收的话，那你从逻辑上来讲，它们是碰不到了的。所以让这两个距离接近一点。嘴巴的话呢，嘴角可以收回来一点啊，然后同样的这个唇线上唇这个问题跟前面同学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唇峰一个高一个低，对吧？唇峰的高低出了问题，这个和画3/4脸出的毛病是一样的啊，大家都容易犯这个错误。唇峰不要一高一低啊，唇峰的高度要给它控制住，然后这个上唇的唇线不要那么的鼓。好，这个妹妹的下嘴唇可以再饱满一点，然后她的下巴有点太收进去了，这妹妹的下巴有点太收进去了，显得有点兜，那个下巴有点后缩。下巴后缩的原因是你怕给这个妹妹画出那种地包天的感觉，那你可以把上唇往前抬一点啊，让这个上面的台阶高一点，它不就落差不就出来了吗？眉骨可以再高一点。好，这个眉毛稍微往后撤一点。这个嘴唇还可以再让这条唇线再直一点啊，下嘴唇可以饱满一点。磕唇沟要凹进去。好，如果你喜欢大眼睛喜欢这种漫画脸，眼睛可以稍微大一点的，眼位也可以稍微低一点这样看起来就会少女一点，就没有那么的节感，没有那么的强。然后这个左边这个眼睛的眼裂也可以再大一点。好，看一下前后变化看一下调整的地方，这调整的地方有的是审美方向的，比如说眼睛的大小但是大部分还是对于结构的理解上面，特别是这个嘴巴还有包括它下巴的部分。然后头型是好看的这个头型，然后这个脖子，这个身体的结构是好看的是好看的。然后这个你的背景的颜色，因为绿色很容易选的很浓背景的颜色有一点抢，一个是颜色略深，一个是饱和度略高有点把人压住了，所以再弱化一下这个背景。看一下文理同学。
文理同学这个妹妹还可以啊。那这个鼻子的这个线条，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弧度不够。我们这边的眉毛其实只要有一点点就好了啊，而且它的走向是比较弯一点的。现在这么看是 OK 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啊。那是要调的话，哪些地方可以稍作调整？这个地方，那让它这个弧度再弯一点。好，嘴巴的，那这两个唇峰的位置是画的是 OK 的啊，嘴巴这边是 OK 的。然后上色的话，注意这个上嘴唇不用那么的圆啊，上色的时候注意规避我之前总结的其他同学容易出现的那几个问题。眉毛的话，眉峰可以稍微低一点，让这个妹妹显得没有那么的凶啊，稍微这样它稍微柔和一点，然后眉峰往前靠一点，因为它是一个侧面。侧面啊，如果你是正面的话，眉峰它就会稍微往后2/3的地方。如果是侧面的话，它的眉峰差不多在中间。好，然后这个脖子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喉结的部分也稍微再平滑一点，不用那么明显。然后整个下巴可以再往前一点，下嘴唇收进去是 OK 的啊。然后下巴整个的位置可以再稍微出来一丢丢。人中有一点点长，把鼻子往下拉一点。然后这个鼻孔的位置啊，鼻孔的位置有点太靠下了，鼻孔的位置稍微再让它舒缓一点，而且这个鼻孔的这个波浪形啊太明显了，稍微再直一点。这也是细节啊，细节的部分。然后这个鼻子的驼峰也是有一点点明显啊，把它这里再压一压。其他的部分还不错啊，还不错的，目前看下来这个型还是可以的。啊，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发缝这里，发缝这个中点有点靠外了，而且这条线有点勾了啊，这条发缝不够顺，把它往前拉一下，啊，要让这个中缝变成一个从这个你看从眉毛的中点对吧，这样延伸上去的感觉啊，它的中缝啊是一个这样子，你刚才那个是有点往里勾了，往里勾了，它的中心点就跑偏了，注意这一点。还不错啊，这个型还是比较好看的，期待你画完啊。这是谁的？这是哪位同学的？画出了一个比较英气的啊，比较英气的妹妹，有点武侠，有点侠气的在里面的。那如果说作为对标周也来看的话，这个眼睛就不够垂啊，眼睛也太挑了。那外眼角就是后眼角不够垂，不够下垂，有点挑。但是你如果说是一个自己原创的角色的话，你画眼睛画飞一点也可以啊，你搭配这个飞起来的眉毛，其实也不是不行啊，也是 OK 的。然后这个鼻子的话，这个鼻子感觉是一个很常规的鼻子，就比起它来说没有一个特色啊，它的特色是鼻头比较圆，然后这个嘴唇偏薄了一点点啊，嘴唇偏薄了一点，那眉毛也是，画的有点飞，这个嘴唇略薄，
薄了一点，下嘴唇也是薄了一点，然后下巴也是不够圆啊，下巴和鼻子啊可以都再圆一点，然后下颌角可以往上走一点。你这个耳垂太大了啊，这是如来佛祖的耳垂，这得是多泼天的福气啊！这谁娶了她？谁娶了这个姑娘啊？这个儿子是要当皇帝的可能。这泼天的福分，谁能拥有这么大的耳垂？只有菩萨才能有这么大的耳垂啊！稍微低调点，低调点，不要让人太那个啥了。搞个这么大的耳垂，这多少人得争破头，得要想把他娶进家门，太受欢迎也不好啊。这里啊，这个什么鬓角这边再明显一点，这个地方啊，这个尖不对位置，不是在这里啊，在这里那是对的，要的就是富贵是吧？这个人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嫁给谁的问题，她可能是那种要当女王啊，姐就是女王的那种，因为你看她的眉眼之间又是有阴气的眉眼之间充满了野心，然后呢，她的那个面相呢，可能又是一个有那种很深厚的福气的一个耳垂，这不得了啊！然后她的这里可以稍微低一点啊，圆一点，低一点，这样子画。这个领子身体有点靠后了，把它稍微往前来一点，身体也有点大了啊，大了一丢丢。这个构图差不多到这里，是合适的啊。这颗头配一个这么长的身体就够了。再看一下，这次的图怎么都感觉不够高清呢？我看一下是我下载的问题吗？我来看一下。好像发给我的就是只有这么清楚啊。今天的图应该不是我的问题，我收到的就已经是这样了，可能是那个助教老师拼图的时候忘记存原图了，给我的图都有点偏小。陈一同学，陈一同学这个妹妹啊，有点怎么说呢？她的脸给人一种科技感，你们觉得吗？这个妹妹有点科技感啊。科技感的问题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嘴巴太翘了，给人一种封了唇的感觉。你看这种嘴巴和人中之间，如果是翘出来这么多，就感觉有点不自然有点不自然。然后这个下巴也是，下巴你看就比较长，然后这边又翘出来一点也是有一点那种，有一点封了下巴的感觉。然后额头这边又很比较鼓也是好像额头也打了一点填充的感觉。总之这个妹妹有一种科技感有一种科技感。所以如果要修她的话怎么去掉这种科技感呢？就是让它自然一点，让它的线条呢，首先眉毛不是眉毛，额头稍微平一点它只在最高的这个地方鼓，你不要整个一个全都鼓出去，像寿星公一样，那样就是填充的效果了，像被填充过一样。好，然后鼻子呢，可以圆一点。你们把这个驼峰的位置是不是都理解错了？这个驼峰为什么都画的这么靠下？
驼峰不是应该在鼻梁的中间吗？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吗？驼峰的位置不对啊，这个鼻尖的这个球球画小了。好，然后他的眼睛啊，眼距有点太近了，眼距很近也是有一点那种开了眼角的感觉，也会显得比较科技感啊。然后眼睛整个再后撤一点，再小一点，主要是后撤一点，把眼距拉开一点，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攻击性，没有那么的强。啊，把这段拉开，然后眉毛也是啊，眉毛的这个你看眉峰太高了，显得平缓一点。就是你们观察到的，你们观察到的那些转折、那些起伏，容易被你们夸大画出来啊，容易被你们画出来进行一个放大，所以要注意啊，有东西放大了以后，气质会发生变化。好，这个眉头啊，眉头不要那么的重，显得好像心事很重的样子。眉头要画的轻盈一点啊，后面上色的时候把这个东西给它抹掉。好，嘴巴啊，嘴巴千万不要画这种翘出来的，直接这样翘出来的。上唇让它平一点，口裂线也平一点。然后下巴啊，下巴这个地方不用那么的长。好，然后下颌角呢，不要这么的尖啊，这个地方柔和一点。你看这样的操作下来以后，这个妹妹的脸的走势就会平滑圆润很多，攻击性就没有那么强了，科技感也没有那么强了啊。这个嘴稍微让它再短一点。所以为什么好看一下前后变化？为什么现在就是内娱，你们发现没有？内娱那些演女主的啊，演女主的会被人吐槽长得很普，但是为什么大家宁愿看所谓的长得普的长相，也不愿意看那种很精明的那种大美女啊，很明艳的那种大美女？就是也有可能啊，这种传统审美里面那种大美女的很明艳的长相，她就是攻击性比较强的，锐角很多，她演不来那种人家喜欢那种傻白甜的角色啊，小甜妹啊、甜姐啊那种邻家女孩，演不来那种，没有那种感觉。好，这是脸的部分啊，身体的部分的话，脖子啊，这条线有点太那个了啊，这条线也太倾斜了，你和这条线看齐啊，和前面这条线看齐。脖子粗是粗在后半段啊，粗在这跟背连接的这个地方太宽了。其实你把这个地方，你的起始点，这上面这两个点是没什么问题的，问题出在下半段啊。然后身体有点画大了，身体大也是因为这个头的大小没有把握好啊，头放小了，然后身体就容易画大。这个问题跟前面两次啊，跟前面两次出的问题是差不多的，很相似的。很多同学会在这个地方啊，大的形态的把握上面会出一些问题。那这样修改一下，你这个画面啊，你这个画面只需要这么大就行了吗？只需要这么大就行了，所以你的身体是画大了的，身体只需要这么大就行啊。脸的颜色啊，这种还是好看的啊，脸的颜色是好看的。
查查，看一下查查同学，这个妹妹。五官不错啊，五官的那个和这个线条的流畅度是 OK 的。没有来得及细化，就看一下你的这个形啊，看一下形上面有没有问题。这里还是一样啊，眼睛长了一点，眼睛的走势啊，还是有点长，双眼皮可以再宽一点啊，或者把这个上眼线把它往下改一点，然后眼珠的位置可以再靠后一点点，眼珠位置再靠后一点。然后鼻子啊，大家就是怎么样避免把鼻子画的太尖啊？如果你们想画这种圆圆的鼻子啊，攻击性没有那么强的圆圆的鼻子，你们就把这个鼻头这个圆打的大一点，你看，把它放大一点啊，这样你的鼻子就圆了。那这样它就圆了啊。嘴巴的部分还是 OK 的啊，嘴巴的部分是 OK 的。眼睛放大，眼睛放大以后，你要把这个眼距也跟它同等放大啊。眼睛放大以后要注意这个眼距的问题啊。这个角度，眉毛的角度，这里还可以再倾斜一点，还可以再倾斜一点。然后这个眼睛是有一点点大，但是还能接受啊，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这个耳朵也是啊，耳垂呢这个地方太大了，耳垂没有这么大啊，这样子勾过来，看到没有？它这里只是有一个小勾勾啊，它明明只有一个小勾勾，那明明只有一个小勾勾，到你们这里被放大成一个这么大的勾勾，注意观察啊，注意观察这种细节。查查同学啊，也是，你看这个起伏有点太大了，对吧？它是一个比较平缓的，你观察到的起伏啊，你观察到的起伏转折容易被你们放大，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我说的这个点啊，很多初学者会有这种问题。然后这个背可以稍微再往前走一点啊，身子有一点点厚，可以把这个背修的薄一点。那这个地方啊，下巴的这个地方转折有点大了，这个弧度有点大，但是你这个弧度对于周野来讲是 OK 的啊，因为它本身这个地方脖子就浅，它下巴就浅。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插画，不是周野来讲啊，对于一个插画的统一评判标准来看的话，这个弧度还可以再小一点。好，这样会显得下巴更紧致啊，更纤细。